2023年，中国香港真的会成为 Web3 世界的中心吗？2013年，中国禁止使用比特币；2017年禁止 ICO；2018年禁止所有加密货币交易；2019年禁止比特币挖矿；2020年，香港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向散户提供服务；2022年，香港回来了。In a great many ways, we are telling the world that we are back.Yes, we are back. 香港，我们来喽！虽然香港政府好像非常欢迎 Web3 行业，我还是想要听听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看法。嗨 Lennox， 很高兴在香港可以见到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香港碰面呢，我相信您对于香港整个的发展一定是有一些看到的新的机会。香港这个 VSP 牌照是非常独特的，交易所的牌照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拿牌相对来说非常困难。我们不是不想拿牌，而是没有牌可拿。可是香港那个是真实的交易所牌照，而且它是按照银行还有券商这样子的等级去规管交易所的。其实，在香港的街头，轻易都可以看到这种购买比特币的广告，还有这种像是 ATM 的机器，可以让你用现钞购买以太币或是 USDT 等其他的加密货币。我相信，其实如果 Crypto 或 Web3 的生态要进入大众，跟传统金融的接轨，还有我们原先习惯的这种支付或生活方式的发展的连接。I'm OKX. OKX, it's great for the whole family. 除了交易所以外，也有发展很多 Web3 的生态，像是钱包、NFT 平台，展示我们的 NFT。我现在会预测，大概1-2年，我们的区块链容量成长到什么程度，然后我按照我这个假定去 build 一些东西。我们本身是做游戏跟元宇宙的，然后也做投资基金，对。我有看，你知道，所以说我刚刚看，我觉得你好熟。是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，有另一波新的技术的力量起来，其实就是像 AI、AGI、ChatGPT 对生成式的图像。是。那也有人说 Web3 的未来其实不是区块链，更可能的是 AI。那其实这两个东西事实上我认为也不冲突，应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。对。那对于你来说呢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发现，或你觉得未来有什么样新的可能？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兴奋，对我们来说，我自己看的是 AI 带给我们的是生产工具的改革，令到普通人的都可以做很多 amazing 的事情，而且从来没有办法你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可以做到。现阶段这个 AI 生成其实都还有一点在灰色地带，究竟它学习的来源、原创者是来自于什么地方？如果透过区块链这个技术，很可能它就可以去一路追溯，甚至达到比如说royalty 的一个分配，能够更全自动的、更去中心化。是。那大家创作者就不用担心说我放上去会不会反而是让别人学走了，拿去盗用了。是，可以想象一点，就是未来我们可以享受的这些内容呢、产品呢，都是在数位世界的。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所有数据的话，然后理论上 Web3 就可以把东西都可以确权了，就是代表是你的。然后有了这个 Web3 的确权之后，你就可以交易了嘛。这种现象其实在过去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的，因为过去比如说媒体掌握在电视、杂志这种实体大的机构里面，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社群网络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创作者，但是现在这个盈利的管道还是比较中心化的，所以未来盈利的管道每一个人就可以直接达成这种发布内容、自动交易，然后收款，甚至后续的一些资产的管理都是可以在链上去做处理，这个是一个对于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受益的事情。那谈到这个资产啊，然后去中心化的问题啊，其实还是不免的因为 OKX 是从交易所来出身的嘛所以谈到这个金融的制度的方面，其实大家在过去1年来也越来越重视所谓中心化交易所资产保存的安全、资产储备这些的题目。可是其实在过去3个月也看到很多的传统金融机构，他们也面临这种流动性的问题、倒闭的问题。对。那甚至就算是美国的存款保险，每一个人也只有25万美元。相对于更高资产的人来说，那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在这个看似没有一个可靠地方的时候，去分配自己的资产，做好管理？是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大的问题，也不一定是可能 OKX 或是 Crypto 或是我这个人可以完全解决的。但我觉得有一点的是，大家对于掌握自己
资产的那个需求前所未有的高，因为他发现银行不一定是绝对的安全的，对吧？因为银行里面把你的资产，然后买到一些非常不知道的一些非常不流通的证券，然后造成了银行倒闭了。这个事情原来是可以发生的。这套系统不是完美，这个信心可以动摇的话，大家开始想，我的钱应该是怎么去保管，怎么去自己掌控。我需要学习一些我自己掌控的一些技术。香港会成为 Web3 世界的中心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在这一次的香港 Web3 嘉年华，我看到很多来自台湾、内地还有世界各地的团队都来这里寻找新的机会。尽管 AI 区块链技术还在进化，还有很多的风险跟法规要注意，但我相信我们会朝着更美好的 Web3 迈进。香港，欢迎回来。